马来西亚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即将在亚洲最重要的海峡马六甲海峡建成区域最大的深水港口，超越新加坡，以恢复马六甲王朝当年的荣光，重返马六甲海峡霸主地位。世界上有接近60% 的人口，大约47亿人生活在亚洲。随着亚洲不断崛起，中产阶级人口的不断增加，使越来越多商品、原材料、原油等都涌入亚洲，所以对港口的需求和能力要求也与日俱增。而在亚洲最重要的国际海上通道就是马六甲海峡。而目前马六甲海峡最具代表性的港口就是新加坡的港口，由于技术先进、时效快、印象好，再加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光环加持下，使新加坡的水域无论什么时候都大约有1000艘船只，而每分钟都需要处理超过1000吨的货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坡港口或许在未来将无法负荷超额流入亚洲的货物量。毕竟新加坡也就这么大，整个国家只有728平方公里，不管如何扩建也都有个度。无论多么厉害的填海造陆，也不可能造到别人的海域去，更不可能以牺牲民生来让路给更多港口建设，不然的话，就算富起来也没意思。人民的生活品质反而下降了，就算它勉强接下来，也可能会影响时效，因为船只可能需要排队进港，而马六甲海峡这个亚洲最繁忙的海峡，每延迟1个小时就会相对应增加15亿美元的成本。所以在它附近开发一个新的港口的需求已经浮现了。而纵观马六甲海峡沿岸国，除了新加坡，还有哪一个国家拥有相似的地理位置呢？很显然就只有马来西亚了，毕竟当年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7次下西洋，其中5次就选择驻留在马六甲。而当年的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也一度让槟城成为该殖民地的首都，可见马来西亚的潜质其实是不差的，只是随着时代的迈进、科技的进步，马来西亚重要商港的地位逐渐被新加坡取代。当其位于马六甲海峡策略性的地理位置并没有丧失，随着一个马中合资400亿令吉的超级深水港项目的推出，即将再次把马六甲这个历史古城带回历史的高度。它就是一个让新加坡相当忌惮的黄金港 Melaka Gateway 项目。这个项目于2014年2月被推出后，很快便得到了当时的联邦政府的支持，次月就被列入政府的经济转型计划。到了2015年，黄金港已经走完所有的官方程序，获得所有的执照和授权等，这在马来西亚是相当罕见的。虽然马来西亚的公务员人数是亚洲最多、世界前列，每19名公民中就有1位是公务员，但是它的办事效率可以讲是太快了。你懂的。由此可见，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大马政府对这个项目高度重视，狂开绿灯，还给了永久地契。不止大马政府高度重视，连中国中央政府也高度重视。2015年11月25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马来西亚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后的1个小时就赶往马六甲视察了，还重点关注了这个项目，这是他来马来西亚出席该项会议以外唯一的额外行程。李克强当时还表示，目前中国的广东省正在牵头，中国企业正在联手要向马六甲投资。我们今天特地到访马六甲，就是要以行动来表明中国中央政府的态度，支持中国企业在马六甲投资，并补充说道，马六甲地理位置优越，中国企业在基础建设等方面具有国际竞争力，中国政府愿为中马地方间开展互利合作提供有力支持。他也鼓励中国企业参与工业园区的建设。看到这，你或许会好奇，中国为何对黄金港这么感兴趣呢？还吸引了中国的2号人物亲自到访。如果你有看我前2期关于马六甲海峡的视频，想必你已经不会感到陌生。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频道找也行。看完你就知道为什么马六甲海峡是中国、日本、韩国的命根，一旦出事或被人恶意封锁，这几个亚洲大国都会崩溃。所以中国在这里投资一个深水港，符合他国家的利益，以增强它在马六甲海峡的存在感。毕竟过往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多数的目的地都是去往中国，而过去他们使用的多数都是新加坡的港口。而新加坡习惯采用大国平衡策略，在中美之间游走，与美国也有相当密切的军事联系，而美国和中国又处于敌对的状态，因此完全依赖新加坡的港口的风险还是存在的。所以，如果中国想投资一个港口在相对中立、没有与美军有太紧密联系的国家，而又位于马六甲海峡的东岸，那也只剩下马来西亚这个选择而已。而马来西亚刚好在这个时候也有这个计划，所以两边就一拍即合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现在是有订阅了，我会每周更新哦。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为什么马六甲海峡只负了新加坡，而马来西亚和印尼只能捞取一些残渣呢？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没，或等下来到频道找也行。马六甲黄金港是马来西亚规模最大、最具雄心的港口建设之一，属于马来西亚国家级的2号工程，占地1366英亩，位于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马六甲州，距离吉隆坡不到150公里，距离新加坡约240公里。它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中段，总投入高达400亿马币。按照规划，第一个岛将建造旅游文化遗产及娱乐区，其中包括16000平方米的国际时尚街区，还有亚洲最大的国际豪华邮轮码头，可以同时停泊4艘邮轮的设施，还有15亿令吉打造的世界级主题公园，面积达36英亩，比云顶这个主题公园还要大。而第二个岛将建成物流、金融、商业、补给中心与高科技工业区，以马六甲王国辉煌的贸易史以及郑和多次访问马六甲为卖点。外界普遍预测，马来西亚与中国合建的这个深水港竣工后，将一跃成为马六甲海峡地区的最大港口，并有可能取代新加坡在该地区航运界的龙头位置。这对一直以来靠港口和航运作为经济支撑的新加坡来说，无疑将是不小的冲击啊！2016年，马来西亚时任交通部长廖中来曾表示，由于70至80% 航经马六甲海峡的船只的目的地都是中国，所以马来西亚交通部就该港口建设首选与中国合作。他也强调，马六甲黄金港深水码头不会影响或代替原有的巴生港口码头，因为巴生港口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货轮，而黄金港的重点是在成为中国海上船运的枢纽，能够处理和接纳更大类型的中国货轮停靠。也就是说，巴生港口主要是为西方服务的，而黄金港是为中国服务的。一旦黄金港码头完成和投入操作，即可拥有更大能力接纳大级别的船只、邮轮、货轮停靠、补给和维修。此项目一旦完成，将极大振兴马六甲州的旅游业和经济。建成后，估计每年可以吸引250万人次的游客，创造超过4万个工作机会，并为马六甲州带来1.19万亿马币的收入。我知道说到这里，下面一定有很多人会问，这个项目不是被西蒙政府给叫停了吗？的确，这个项目于2018年因为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的政权更替时，被新政府像荣兴高铁项目一样被叫停了。但在2020年国政通过政变取得马来西亚联邦控制权后，再搭配2021年的马六甲州选，国政狂扫马六甲州议席，重新掌控马六甲古城后，黄金港的项目就被重新复活了。马六甲州政府已于2022年2月23日与凯捷公司签署和解协议，并决定恢复由该公司主导的黄金港发展计划。虽然之前预计2025年会全面竣工，但经过这一波闹剧后，可能会延期，但还是会竣工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的话欢迎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那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想看马来西亚另一个矿石项目——世界第2高塔即将建成，成为马来西亚新地标，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去看，或等下来到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订阅或关注哟。